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在巴厘岛的乌布，它的位置呢是在巴厘岛的中心地带，它这里也是整个巴厘岛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探索3天。另外，我在这里发起100元挑战，这个100元挑战呢，1天就花100人民币，3天总共花费300，看我在这个乌布能够玩到什么。开局来一杯橙汁，这个橙汁才5000。不知道喝完会不会窜稀啊？这看着还不错，这个冰块看起来也挺干净的，还不错，挺浓的，比我想象的浓一点。像这个饮料路边摊5000，高级餐厅5万哦，而且高级餐厅还要收10几到20的税。那加上税岂不是要6万了？觉得巴厘岛这个物价特别割裂啊，你要么就是那种路边的小摊摊，特别便宜，1万、2万、3万的你可以吃一顿饭。要么就是这种高级餐厅，高级餐厅的收费呢，至少是5万打底一顿饭。我来吃一个早午餐，这家据说是巴厘岛最好吃的猪排店，它的价格呢是14万到29万。我估计啊，就是猪排的大小，它如果是30万的话，是一整根猪排。6万、8万 OK 的，可以的。哎，这边也有烤猪肉什么的吗？外面这里吧。这下感觉价格还可以啊，稍微能接受，15的税，没有像张家昌那么可怕。我今天就很执念要吃烤猪排。哈哈，我的猪排来了，等了有半个小时了吧？这个应该算是综合了，就是印尼餐的这些巴厘小吃。 Yellow Rice，像这样的吃一顿猪排饭，然后在这样的巴厘岛的一个普通餐厅，8万印尼盾。粉丝先吃。烤的算是比较的软烂，但是呢，外面刷了一层甜酱。给你们看看巴厘岛的堵，基本上是开车的话动不了的，摩托车的话还能动一动。所以昨天我从库塔过来，就30几公里的路程，这个摩托车都要开了1个半小时才过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它有多堵。像这种餐厅，就白人来的餐厅，价格就会比较高。那就是乌布最有名的乌布皇宫，这个皇宫啊是16世纪的时候建造的。这个是乌布皇宫的门，你看一下这个雕塑，它前面有2个兽，这一个是代表着善，一个代表着恶。然后上面的雕刻非常的精美。这个皇宫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免费开放的区域啊，只有这一部分，就是你所见到的一部分比较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皇宫里面非常多的亭子，各种各样的亭子。印度教啊，对于他们的门是非常重视的。看这个雕刻，像这里啊，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就是日落后，它会有一个演奏表演。那演奏表演它是要收费的，好像就是10万。就是在他们演奏他们的非常著名的甘美兰音乐。你们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宝座，这估计就是国王做的吧。这个门外面写着 No Entry， 不可进入。它里面呢就是住着现在皇室成员的后裔，这里面是不让进去的，咱们偷偷在这边看一眼。现在这个皇宫里面还住着一些皇室成员。巴厘岛的皇宫它免费开放，因为他们的皇室成员呢非常希望把他们的文化跟全世界分享。其实这个地方啊，更像一个大户人家的主宅。找了个地方歇歇，要了一个冰美式，3万7。现在我们打摩托。吸取了上次摩的的教训，这次我打了一个豪华摩的，这个大一点，坐起来舒服一点。在离开了乌布主城区大约2公里左右，你就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稻田。这里有非常多稻田咖啡馆，就是建在稻田边上。今天我们去探访其中一家。穿梭在巴厘岛的稻田间，说实话，真的会感觉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现在到了稻田咖啡馆。今天来的是这一家，巴厘岛这里啊，还真的很会搞事情。哇塞，这个景色太好看了，这里还有个游泳池呢。
我们坐在这儿，前面还有歌手。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这种就贵了啊，这种大概就是牛排之类的就比较贵。然后披萨，这个是9万，我准备点这个。9万，折合人民币是36块钱。我原先以为的稻田咖啡馆就是小小的一家，但我到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家咖啡馆的规模如此的大，一共有3到4层，还有游泳池。但是这样的咖啡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过于喧嚣了，我还是喜欢安静一点的。粉丝先吃。像这样傍晚的温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大中午的话，可能就非常的热。我不仅自带了水，还自带了这个。看看这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现在我已经打摩的回到青旅了，回来花了2万8。算一算，今天仿佛有一点超。不过咱们今天过得比较丰富啊，咱们今天又吃了猪排，然后又去了皇宫，还去了稻田咖啡。明天我们将继续100元挑战，看一下明天能不能成功。朋友们好，新的一天啊，今天是我在乌布的100元挑战的第2天。乌布这儿呢，它是信仰印度教的。你在乌布街头时不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我一开始以为这些都是寺庙。其实啊，是他们旧的建筑的一个门头，他们也是这样进行装饰的。就像我做的青旅的屋庙，它也是这样装饰的。这个是他们貌似传统的祈福的一种方式。像这些东西啊，你会感觉乌布是一个非常灵性的一个存在。在街头经常会有这种小花摆在门口，当地也是祈福的一种方式。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仪式，把小花放在门口。你以为是个寺庙，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家的家门口。而且它这里的印度教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印度教有所不同，它没有太多五颜六色或者是花里胡哨的这样的颜色。巴厘岛的印度教似乎仿佛自成一派，它有独特的属于自己的祈福方式。都说乌布是非常有灵性的地方，还有人说乌布有巨大的能量场，因此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疗愈。像在这里啊，你会感到你的整个身心灵是非常的放松。所以啊，这个乌布这边也有一种说法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精致别致的小店，都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它区别于那些批发市场啊，有些这个小店里面的东西啊，真的是手工制作的。这里有很多做艺术的人长期生活在这边，就是旅居在这个地方，所以呀，在这个乌布这个地方又充满了文艺的一些色彩。现在我们走的是乌布这边一个怎么讲呢，咖啡一条街吧，就是特别多咖啡店、按摩店、餐厅。我一开始觉得巴厘岛这么热，怎么可以没有空调呢？后面我慢慢的理解了，一方面可能真的是省电，另一方面呢，它更想是能够跟这个自然能够融合起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他们的一个家庭小馆、家庭小院里面来。从门口一走进来啊，这里就特别的有当地生活的一个气息。虽然这里很多地方啊都已经改造成酒店或者是餐厅，印地人啊好喜欢养宠物，你们看养了这么多鸟。这家餐厅在好里面，这个就是开在他们传统民居大院子里面的一个餐厅。乌布这里的传统民居啊，有点像咱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门口进来啊，有一个大院子。这以前呢，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这个院子里头啊，都住着好几户人家。现在的温度呢是30度，这个温度啊，你没有感觉到很凉爽，但是呢，也不会太炎热。我们点的一杯芒果汁，还是好浓稠的。
好纯的芒果汁。Thank you。我点的这个啊是叫 Nasi Campur， 它就是把这个乌布这边或者是巴厘岛这边传统特色的一些东西啊都混在一起做成一个拼盘，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漂亮。我点的这个是鸡肉，它还可以选择猪肉，因为是信仰印度教，不是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他们这边是可以吃猪肉的。我们还发现了一件，它的器具非常的特别，它是用这种木头盘子装酱料的，也是这种木头的小碟。特别有意思，1、2、3、4、5、6、7，一共有7道菜。他们装菜也是这种用这种荷叶包着，在这一份当中你会尝到非常多种味道，有咖喱的，有酸的，有甜的，有炸的，各种味道相融合起来。这一顿饭啊是5万印尼盾。在乌布这个街上，你会有发现很多餐厅的名字会有 WARUNG， 它的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路边摊、小吃馆的意思。1是1万。现在呢，我们要在乌布这边进行一次简短的徒步之旅。徒步的里程啊，可能不多，就2、3公里，但是呢，会有非常好的风景。这是一个徒步路的一个入口，有一个指示牌，我们顺着指示牌走。我一进来啊，就是刚才主街外面特别的喧嚣，一进来就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宁静。哇哦，这里特别的幽静。远处的度假村，这边有一个门，像巴厘岛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门的这样一个被劈开的一个建筑，我猜大概就是通往神的地方。来这里徒步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里的安全问题。你感觉前面后面都是人，但是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这上面是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呢，就是有几家餐厅而已，也不贵啊，炒饭35K。商业之中，我觉得这种地方特别像修炼的地方，特别的清幽。在这个地方每天练练瑜伽，然后吃健康餐，然后健身，哇塞！我远处看到一个咖啡馆，你们看一下。哇塞，这个 feel 真好！徒步的终点有一片稻田，这边有一只狗啊，我觉得我的胆量又大了一点，面对这个小野狗。它写的标识牌是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300米，100 meters, follow this road。到了，就是这儿了。哇，好 chill！哇塞，这个景色也太美了吧！看到一个位置了，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一个人的位置。哇，这一刻好放松啊，就觉得来晚了。现在这边天色已经越来越晚了，顺便我们在这边把晚餐给解决了。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在西方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健康饮食吧，就是那种慕斯加上一点水果加上谷物的一个酸奶碗。这一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4万。这个是在便利店买的椰子水，然后我们倒到冰块里面。这个是我日常经常喝的一个饮料。回来了，朋友们，打的摩的2万。好了，今天就比较的
简单，因为今天咱们出门的时间就已经接近中午了。明天我们将在乌布有什么样的经历呢？咱们明天见。看看，我们现在来吃一个 brunch， 这个就是在巴厘岛就是除了印尼本地餐以外白人餐也特别的多。像我这一份，有面包，有鸡肉，有鸡蛋，然后蘑菇、牛油果、青菜，这样的一盘，在巴厘岛这边要卖到10万。别说，营养还挺均衡的，味道还不错。我发现我在巴厘岛这几天我都瘦了，一半的时间我是在吃白人餐，白人餐的碳水比较少，就很容易瘦。烤鸡，来，粉丝先吃个肉，我把好吃的留给粉丝吃。乌布这里被誉为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地方，而且这里呢又是一个瑜伽圣地。据说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一些瑜伽老师会长期旅居在这个地方，所以咱们今天要好好体验一下在乌布练瑜伽是个什么体验。我已经换上了我的装备，跑步的裤子。这里的很多瑜伽课都特别的玄学，说什么能看到前世和来世，还有什么多少年后的自己。还有人在上着瑜伽课，上着突然就哭了。现在呢，我们到了他们当地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练瑜伽的一个地方。他们这也是有住宿的，看一下住宿环境。特别小的泳池。最近我看到除了旅居之外还有一个词叫旅修，就是在旅行当中去修炼。挺有意思的。就在乌布这里练瑜伽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呢也不局限于某一家，你们可以自行去找一些，有一些包月的或者会更划算一些。哇，这也是练瑜伽的地方吗？在这里是一个预约的地方，他们这里貌似是没有网络上面预约的，所以你只有自己人过来，提前45分钟过来，然后去拿号码。Please come back 10 minutes before start. We'll be back here, yeah? Oh, wait here. Yeah, just wait. Okay, thank you. 买好了入场券，流瑜伽。听说流瑜伽是非常累的，我不知道会不会上的精疲力尽。看看这个餐厅的价格，这里是65K 一碗面，是豆腐面，素的。然后这是 tacos 80K。现在是可以进去了，脱鞋，然后交出我们刚才买的石头，就可以入场了。我们也学别人的样，拿一个垫子。这一节课的人可真不少啊！看一下，这么多人呢。他们拿了2个枕头，我也拿2个枕头。今天准备开始，要好好的练一下啦。说实话，这边纯英文上课，可能还不太上得懂，听不懂。但是呢，我想就是参与这种动作的，跟着别人做，问题基本也不大。音疗，就是说通过一些声音唤醒你的一些感觉。我害怕音疗课我上着就睡着了。这里面我看起来有好多高手。Good afternoon, selamat sore everyone. 现在总算是完成了，做完了。哇塞，整个过程我大汗直流，然后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嘚不停地流下来。这一堂课真的是酣畅淋漓。哇呀，出来了！整个过程呢是1个半小时，中间呢有一个特别耗体的一个阶段。流瑜伽的特点就是没有休息的时间，不停地在做动作，然后锻炼整个小肌肉群。赶紧休息一会儿，哎呦，我在这边休息了一会儿。你们肯定很好奇这个一节瑜伽课的费用，对不对？16.5万印尼卢比，折合人民币的话要71块钱。这价格好便宜啊！这价格是我在整个乌布看到最便宜的了。我刚才点了一个炒杂菜，12K 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5块钱。
这看起来非常不错哦，朋友们。出门在外要多吃蔬菜，米饭、青菜，印尼的炒杂菜叫菜菜。这杯咖啡是3.5万，就你们所看到的，巴厘岛的物价其实真的不低。我现在住的区域呢是乌布区域，应该算是整个巴厘岛物价第2低的一个旅游区。就旅游区而言，物价最低的呢是最早开发的库塔沙滩，那接着呢就是我住的乌布，那接着就是昌苦区和水泥岸区域，然后接下来呢，在巴厘岛最高端的、最顶奢酒店的一块区域呢是叫乌鲁瓦图那块区域，那个是在巴厘岛的一个南边。那边就有一个晚上1万多、2万多，甚至于5万的房间。但是整个巴厘岛啊，消费最低的地方是在登巴萨。登巴萨是他们就是本地人居住的一块，物价有多低呢？基本上是乌布这的，可以说是1/3吧。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物价特别低的海岛实际消费的地方，那巴厘岛真的不是。我感觉巴厘岛更像是什么？它的可玩性特别高。你像在乌布，它更像清迈；如果是在库塔那边，它更像普吉。然后呢，在北边呢，你可以追海豚，然后你可以玩潜水，你可以玩浮潜，那各种玩的都有。那乌布这里啊，是他们的文化发源地，你更是能够感觉到乌布有一种灵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还在巴厘岛。下个视频带你们探索另外一个区域，下个视频见。拜拜。